家里最近又堆满了，于是准备清仓腾挪一下地方，结果突然翻到了很久之前买的卡魂 Z3， 一直没空做视频啊，就压箱底了。正好最近 M2 魂各种更新 UC， 骡子的机体也出了不少，这个月还有卡魂的 Z Plus A1， 这不就刚好关联上 Z3 了吗？那就顺带一起拍了吧。话说当年这东西出货才800多啊，加量不加价，堪称顶级良心了。今天一搜发现都1300了，涨价让人望而却步，怎么办？别怕，拼多多会出手。最近各大平台竞争激烈，拼多多平台趁着现在大家对魔丸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直接下血本联合了众多模型品牌做补贴。平时实体店或者官网买要1300多的卡魂 Z3， 现在9块9就能抢到。交圈都知道，买交必去拼多多，正品低价有保障。我特地找官方申请到了3000个内部专属的优先抢购名额，活动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置顶了。9块9秒杀，包邮到家，手快有手慢无，活动名额可是有限的，朋友们还不抓紧时间冲起来！另外，趁着这次活动，还给大家准备了直减的优惠券，全场通用，想买什么魔丸都可以，兄弟们赶紧冲吧！好的，那么就来开箱看一下这台 M2 魂的 Z3， 作为压箱底多年的好东西啊，今天终于可以给大家来好好的分享一波了。东西挺多的，但大部分都是零碎的配件以及一个地胎。把玩前需要先把配件都装上，首先是右手的榴弹弹夹，左手的盾牌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主推进器的变形尾翼也给装上，以及背部非常关键的2片飞行装甲也需要自己装上。好的，那么全部安装完成的造型就是这个样子了。其实一眼看上去呢，和 Z 高达也没有什么区别，对吧？把卡魂的 Zeta 放旁边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除了颜色，其他东西完全就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当然了，从设定的角度来讲，本就该如此啊。从机体的编号就可见一斑 ，MSZ006-3只是在 Zeta 的编号后面加了个3，当然这并非代表这是什么后续机型啊。设定上来说，卡拉巴在看到 Z 高达大气圈内的潜力后，便希望能列装该机。据传招标之初，阿纳海姆是把德尔塔2号机和 Z3 初期验证型进行了模拟战，这个初期验证型就是之前 HG 出的这一款。模拟战结束后，卡拉巴相中了 Z3， 阿纳海姆便开发了一台给卡拉巴的白色独角兽做测试，而本机为了迎合卡拉巴的需求 ，A1 社为该机准备了很多改装的组件，就比如荧幕上首次登场的2001年的短片《高达新体验 Green Divers》，同时也是这次模型的出处。虽然没有露面啊，但有个古古彻配音的驾驶员开着 Z3 来救援失速坠落地球的普罗斯佩罗号。此时该机正在测试高速拦截作战用的选配推进器，说是选配啊，实际此时的外形和正常 Zeta 没有区别。不过这段剧情最有意思的是，提坦斯和卡拉巴竟然小小的合作了一下，南瓜饼还跑过来开灯指路。当然最草的还得是这个救援的方式啊，尤其是最后这几个吉姆用手接 Z3 的这一下，合着 MS 的救援是这样救的呀，这机力不得给运输船的人撕成2半，很佩服当年的脑洞。但如果你翻看当年同时出的 MG 的说明书，上面写的是卡缪机的改装，还是同型机，还是复制品，详细的情况一切不明。翻译一下就是后面还有各种追加装备可以捞钱，于是就有了高达 Evolve 中的这台 3A 型。可以看到此时连造型都有了些微的区别，毕竟为白色独角兽强化了灵敏度和性能，所以是在之前的 Z3 基础上改造而来。当然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品种的 Z3 的，比如同时登场的红蛇和黄狼，而且它们都是 Z3， 最准确的翻译是 Z 高达3号机，这也是让人很困惑的一点，3号机不止一台啊，所以 Z3 其实是个衍生型号。但后面设定又说这台白 Z3 执行了一系列测试任务后，又被改造回了原始的 Zeta， 所以 Z3 的本质上和 Z 没有区别。算了，不纠结，高达的事没有必要搞那么清楚，这个配色好看又能补卡魂 Zeta 的遗憾就足够了。那说到配色呢，这台 Z3 在 QC 质量堪忧的卡魂系列来说，涂装一印的质感都算得上是优秀的。应该说除了代工以外，这应该就是市面上能买到的完成度最高的 Z 高达3号机。整个一印细节非常的漂亮，紫红色的发色也比设定图的粉色要好看，配合上现代化的花纹造型，密而不乱。整体相比于卡缪机的配色，我更喜欢白色独角兽的这一款。这时候就有小伙伴要问了，UP怎么老是强调白色独角兽啊？因为根本不是我强调，是官方从来都只说驾驶员是白色独角兽，从来都没说那是阿姆罗，就是大家都明知道是这么回事，非要掩耳盗铃。唯一确认是由阿姆罗本尊驾驶的是即将发售的 Z Plus A1 型，不过据说骡子测试完就扔一边了，又回来开启了 Z3， 不对，开 Z3 的是白色独角兽。我不明白。由于从模型的角度上来说，本机就是之前 Zeta 的同模换色，所以整个机体的武装配件还有各处的细节结构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这个手背的腕部隐藏的榴弹发射器，这里也是给到了相同的展开还原机构，而手臂上的榴弹弹夹也是有给了一边一个的配置，拆下盾牌的话就可以两边各装备一个弹夹了。当然想摆出这样的榴弹发射 pose 也是非常简单的。那至于 Z 高达开发以及相关的武装设定，想了解机设的朋友可以翻看之前 MB Zeta 的评测，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完全展开了。回到模型本身啊，
这把光束步箱子是完全采用了卡缪级的涂装造型，枪把也能折叠收纳，当然这个枪尾的 E-Pack 能量包也是可以像这样拆下来的，最后这个枪口的部分也是能像这样拉伸展开的。其实这里算是卡叔的魔改设计，毕竟枪管伸长只是为了让造型上更好看一点，实际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啊。这块盾牌当然也是相同的继承结构，可以像这样通过插拔来实现盾牌的变长以及变形，不过这次的涂装呢，一印造型也是更复杂更好看了一些。侧裙甲里的光束剑柄收纳机构当然也是继承过来的，剑柄根部基座也是带有一段上下摆动的幅度的。令人意外的是，光剑特效除了常规的筷子款，卡缪特有的 NT 发动高功率款也是保留了下来，毕竟骡子也是有 NT 神力的嘛。这个特效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只可惜没有给类似 Anime 系列的光剑弯曲特效，这种动感的 pose 只能我自己去 P 了。那除此之外的配件就是5对手型了，握拳手、开掌手、斜向的握刀手、扣扳机的握枪手以及放松的开掌手，也算是几乎涵盖了所有常用的手型了，只不过细节上还是有点肉了。那真正的重点其实是这门高能米加粒子炮啊，和 MB 分开卖圈钱不同，卡魂这里是直接给你的，而且还给了骡子的特殊配色，真的非常的好看。那当然这门炮的机构和卡缪的那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首先是这个主握把的部分是有这样的正常护手展开机构的，而炮身侧面也有2个隐藏的侧握把，可以像这样打开把盖板翻出来。这门大炮当然也是有枪管延伸展开的机构，不过这里展开的目的啊，并非是简单的造型改变，下方其实藏了一段可动的机械臂，机械臂的末端可以装上连接件，侧方也有对应的缺口可以弯折过去，这样就能通过多段的可动连接到本体上。可以挂载的位点一共有2个，一个是裙甲后方变形用的挂钩，另一个是推进器下方隐藏的孔位。不过我是不太喜欢这种麻烦的搭载的，因为卡 Z 的这个本体在可变形的 Zeta 里面可动属于是还不错的，并且造型修的也是非常的夯，所以这种爆射的 pose 信手拈来啊，机体的稳定性也非常的好，所以不会存在什么握持不住这门大炮的情况，更何况还有侧方握把的固定，摆个 pose 轻轻松松。那讲到这里呢，就应该来细说一下这次卡 Z 的可动了，在144的这个比例下保留了完全变形，也依然给出了可玩的可动性，实属是不易，这里就来详细的展示一下。头部看似有一段前后伸的关节，但范围太小，用处不大。而低头的范围比较局限，可能也就30度不到。侧面看感觉没咋低下去啊，抬头的幅度也是30度左右，不是很大。左右的侧摆幅度也是差不多的，30度左右。头部的左右平转也有非常严重的干涉，在某个角度可以硬转到75度，但是实际把玩的话还是很需要注意漆面的刮伤的。肩部复用了变形的关节，但造型原因是无法做向前转动的，反而是向后能转30度不到。整条手臂360度旋转是 OK 的，但这里还是能看出啊，转动中还是有一定的干涉。肩胛的部位可以抬起一段，但如果以这个角度去做平台的话，是没办法完全抬起的。这里主要是榴弹弹夹的干涉，把它拿掉之后呢，平台能提升一段。可以看到还是有一定的干涉，需要把小臂转到前方，这个时候才能平抬到90度。那刚刚也看到啊，手臂是可以做360度的平转的，曲肘也是2段的关节可以做180度的折叠，这个做的是非常的漂亮的。手腕的球关就很松了，不过摆动的范围还是很大的。腰部由于变形关节的原因啊，几乎是被固定死了，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把后裙甲这里抬起解锁的话，能看到还是多少有一点点可动的范围的，当然这也完全不够看就是了，最多只有15度的样子。不过解锁后的关键其实是可以做像这样的60度以上的转腰，不过这个解锁后的腰部是真的很松啊。裆部本来可以解锁抬起一段，而前裙甲也能上抬90度，侧裙甲也是可以抬起90度，没有问题的。后裙甲也是能抬起的，其实这里本来就能抬90度，但会和背包干涉，所以几乎没有办法抬高。前提90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你想更进一步把裙甲干掉的话，还能提得更高。后踢由于干涉只有45度不到的范围，侧踢正常来说这就是极限了。但如果你解锁了变形的关节，其实想踢到哪里都是可以的。大腿根部集成了360度的平转关节。最后是屈膝啊，因为变形构造的关系，膝盖内部有非常多的结构，不需要担心屈膝造型的完整性。而且这里其实也是复用了变形的关节，所以180度的折叠什么的非常的轻松，只不过造型具体需要自己去调整一下。小腿肚后方推进器展开是变形的造型，这里需要保持向下滑。脚这里的合拢变形关节同样是变形带来的结构，脚尖脚后跟都能独立的转动，整个脚掌也能做一定的前后摆动，但是范围都不到30度，脚部的活动空间很受限。脚踝的盖板倒是给了一段摆动的范围。
同时因为造型的原因啊，脚踝的左右旋转范围都不到20度，这也变相导致了脚踝接地很差，向内这里不到30度，甚至是不到20度，向外估计更差，10度的样子，反正脚部可动不行啊。整个可动看下来和不可变的机型相比，那确实是没眼看啊，但要知道这可是完全变形的 Zeta， 还是144的比例，这个可动已经比后面出的 MB Zeta 还要强了。虽然把玩的手感不算顶，但也在 MB 之上，所以我个人是更喜欢卡魂的，更何况本机的变形也比 MB 要舒服得多。那由于本频道之前只变过 Z Plus， 这里就来大家变一次原版的 Zeta。变形第一步，首先把盾牌给拆了，另外一只手臂上的榴弹弹夹也得拆掉，握枪的手自然也是不能留下的，最后再换上握拳的手，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好的，那么接下来真正的第一步，冰龙天线，默认带的就是这个可变形的天线，但因为又细又脆啊，加上漆面的阻尼太厚，掰起来会比较的吃力。对于不想硬掰的兄弟，戴哥给你提供了变形用的替换件，个人建议是用替换件啊，当然展开状态的替换件也是有给到的。接着向下压头部，压到底，把胸甲抠出来向上翻，向下把裙甲给推到底。接下来把这个胸甲绕过头部给翻到上面去，不可避免的是这里天线会发生干涉，我反正是经常把它碰掉，这里也建议先把天线拿下来，然后等变完之后再给装回去。接着把两片腹部装甲推到一起合拢，接着把肩甲的小盖板上翻，然后把喷口的位置贴住肩甲的内侧，然后再把两条手臂都平抬到90度。接着就是最麻烦的一步了，需要把大腿根部的关节从收起来的转态全部展开成左边的样子。那第一步就是解锁根部的关节，其实就是把腿部向侧边抬起，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根部这团挤在一起的关节了。这里没法镜头前演示啊，由于我这只是全新的，有的关节巨松，有的关节又巨紧，没办法正常掰动，这里就加速示意一下，反正关键就是把关节全部给打直，全部打直以后就会像这样，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前裙甲向内收起来了。这时候也可以看到后裙甲上有个锁扣，把锁扣向上翻90度翻出来，然后就是把锁扣给扣到刚刚掰直的大腿根部关节上，如果这里扣不上的话，说明变形没有到位，两条腿还要向上再转一点。那这里也给大家放大看一下锁扣扣上的部分，需要扣到这个小的沟槽里，然后就能把两个手臂向前转90度，一定要转到底啊，这个时候应该能感受到卡扣的阻尼。两只手都转过来以后，就能向下放直了，肩甲也会全部打直，两个侧裙甲向外向下拉，放到底打直，然后将两侧的飞行装甲找好角度，反向绕到身子的前方，这里的机械臂很长，足够角度绕到身体的前面，然后把飞行装甲的翼片给展开，这里一定要展开啊，否则内部的空间是不够的。然后就是转动飞行装甲，调整位置，最终找到方向，把装甲扣合到手臂上。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操作，接着把尾翼推进器整个向后掰，拉平，来到最关键的一步，摁住膝盖的前方，先90度屈膝，然后将小腿反方向折叠，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会被转上来，同时膝盖继续向前转动，目标就是屈膝180度的同时，膝盖反关节被转出来180度，让整个膝盖呈 Z 字形折叠起来。我这里的关节实在是有些紧啊，不是很好演示。折叠到位以后，向前推推进器的盖板，露出喷口，接着把两个脚掌推进器合拢收纳，然后打直。另一边也是同样的操作，把盾牌前后段分离，然后重新把下段扣到盾牌的最前面，相当于延长盾牌到最长。接着反过来能看到一个插桩，把它向上翻90度，接着合拢机头处零件的缝隙，然后翻过来把腰部隐藏的插桩给抠出来，盾前端扣进胸口零件装位，尾端则插进刚刚翻出来的插桩上，把光束枪握把收起来，抠出后方连接的位点，连接到机背部推进尾翼的插孔处，最后再把两侧的小机翼给抠出来，变形就完成了。当然为了方便展示，戴哥贴心准备了起落架配件，把底部这两个小零件给抠开，然后往上移一格再装回去，露出一段插桩。那这里就是用来装起落架的了，这个插孔是 L 型的，所以自己注意左右。然后盾牌下方也有一个可以插起落架的孔位。
好的，那么变形完成，来到展示的环节。从刚刚的变形过程中，大家应该也能体会到啊，我之前说的相比 MB 的 Zeta 更简单，但是效果更好的变形设计。虽然本来 Z 的变形思路就是固定的，但具体的变形细节和变形后的造型，卡魂的这台都是非常上乘的。尤其是这个侧面看过去 ，WR 形态的造型和厚度都会比 MB 的好上不少。当然，这并不代表这个 WR 形态就是完美的。比如说，咱们从正面扫过去就能看到啊，其实光束枪和两条腿都是歪的。虽然机体做了一系列的限位卡扣，但要调整到完全正的状态还真是很困难的。另外，我个人认为最好看的 WR 形态其实是 RG 的，但 RG 的骨架嘛，懂的都懂，并且卡魂的涂装以及成品的细节质感，就比如这里的各个尾喷的质感就已经远胜 RG 了，更不用说 Z3 的这身骚紫色的涂装和一应细节了。虽然我也知道根本就不能像这样去比啊，但我主要就想表达这台卡魂的 Z3 确实是一时无法被替代的存在。接着我们拿出这把米加粒子炮，抠出枪身中部的隐藏连接件，以及握把盖板内的隐藏 H 型连接件，接着把握把盖板向后滑动到底，这样就能把这把米加粒子炮挂到 WR 形态下方了。前插桩插到盾牌的插孔内，后插桩插到裆部卡住，注意这里和裆部的漆面剐蹭。更良心的一点是，挂在米加炮后，由于底部结构的改变，原本的起落架已经无法使用了，但戴哥依然给出了这个状态下的起落架展开结构，并且是造型完全不同的零件，而这几个起落架都是直接扣到炮身上的。其实这里也完美还原了在设定中这门炮能独立于本体自我起降的能力。搭载了米加粒子炮后的 WR 形态会更有宇宙战机的感觉，整个机身的造型也变得更丰满。而 Z3 的这个配色又让炮和本体有着更强的一体感，也正是当年官图上的这个造型吸引到了我。当时预定没想到啊，给我急得在贴吧团团转，不知道大家又觉得如何呢？好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次卡魂 Z 高达的全部内容了。哦对，这里还有一个祖传的卡魂白色地台以及3个连接件，不过我个人一直不是很喜欢戴哥的这种飞机连接件啊。卡住裆部以后还要拖住前面，这样对飞机形态仰拍时本体会被挡住，如果能只出扣住裆部的连接件就好了。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 Z 高达3号机评测的全部内容了。正好接着上个月拍的牛高达和这个月即将发售的骡子专用 Z Plus A1 的间隙，把这台骡子的隐藏座驾也拿出来秀一下，也是拿出来搜了一下才发现啊，竟然涨价了。但就像开头介绍的 Z3 的这个机型呢，未来肯定会出很多的变种，所以各位也不必冲动啊，以后肯定会出各种变相的再版，也希望大家都能原价买到好胶啊。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下期再会。